是 Harry。之前呢预警过英伟达205有压力，昨天呢一根阴线直接砸回了203.5，比我们的预警位还要低，是不是又一次的该卖不卖，利润回吐呢？美光喋喋不休，三只小乌鸦埋头下冲。特斯拉呢也出现了黄昏之星的小顶部信号，这三个明星个股的三种弱势形态放在一起，谁该预警出场，谁又值得观望等待呢？今天没有半句废话，纯技术拆解，给你答案。内容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把纳指和标普放在一起比，用量价关系、K 线形态、趋势工具图找出接下来的信号方向，大盘越清晰，个股越有戏。第二部分热门个股加上粉丝点票。特斯拉、美光、英伟达以及粉丝点票 ARM、GLW 和 MRAN， 每一个呢都在下挫，但是等到风来的时候，谁更有希望飞得更高？关注这些明星个股的，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及时更新，复盘不迷路。没点到的评论区留言。好，进入到第一部分大盘趋势。这一期呢比较特殊，我们把纳指和标普放在一起对比。标普这一轮呢高点相对稳定，处在一个平行状态，但是纳指每一个高点都在下降，说明上方的压力更重，也说明了这一轮的修复行情，科技股带动的作用在减弱。以前呢，只要科技股涨，大盘就跟着涨，但是这一波科技股的拉动力明显不如以前，拉到这个台阶，上不去了。那接下来到底是标普跟着纳指跌，还是纳指被这个标普带起来？我们结合两个指数来看。首先看一下量价关系，纳指成交量最后的3天的走平 ，K 线也在相应的位置震荡。量平价平说明大盘正在选择方向，但是标普这一天出现了量明显收缩，对应的这根 K 线呢上涨，这就出现了量价关系当中所说的缩量价涨，量价背离，后续呢有回调的可能。所以这轮呢 Harry 认为标普跟着纳指在下跌的概率更大一些，至少说明整个市场的风险依然存在，不是一个闭着眼睛可以买入的阶段。我们再来看一下 K 线形态，最近的3天两者的 K 线形态很像，但如果切换到趋势图，差别就会大一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用显性的工具来看盘的原因。两者呢，在这个位置都出现了三阳小顶，三阳小顶的这个结构预示着这个地方产生压力。但是标普连续出现了几根黄 K， 代表了高位预警。如果最后的这根黄 K 的最低点被跌破，就形成了金顶逃顶信号。但现在要不要动呢？ Harry 认为可以再观察一下，有2个原因。第一，这根阴 K 暂时还没有跌破黄 K 的最低价。第二，标普的趋势呈现紫色带向上发展，在紫带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出现下挫，下方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再来看纳指，黄带呢一直在收缩，出现了第一根黄 K， 这根黄 K 呢空方的力量也是很强的，果然后面就接着一根阴线，跌破了最低价。如果你选择在这个位置出场没有问题，等到右侧再进，但留着不动也没问题，因为这个位置大概是25821有支撑。你看这个位置呢是这根 K 线的收盘价，这根 K 线的开盘价、开盘价、开盘价、最低价和最低价，说明这个地方反复的跌宕有支撑，而且目前黄色带在收缩可以等一等变盘的信号，再观望1到2天。如果黄带收缩最终变成了紫带，比如像这个位置，高点就会不断的被抬高。K 线起到一个支撑作用，哪怕你在高点不小心追涨进去，放着等它回调，等到下一个高点依然可以赚钱。所以目前来看呢，短期有没有风险？有，量价关系加上 K 线的形态都预示着一些风险的产生，但要不要出？ Harry 认为呢，这个地方可以再等一等，因为还在震荡选方向的过程。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要看到某一个信号就机械执行，而是要结合综合因素做判断。说到这里呢，温馨提醒各位如果你想要快速获得判断趋势的能力，可以在我们的技术交流课里找方法当然如果你想成为专业的交易员的水平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去实践，一般的散户水平够用就可以了。好，因为大家时间都有限。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个股部分，我们来对比一下刚刚说的3只大佬股票，分别是英伟达、特斯拉、美光，都出现了弱势下跌形态，到底哪一家更弱，哪一家可以等一等？首先来看英伟达，英伟达目前走出了一个运线结构，一旦上方或者下方被突破，就是方向的选择。这2根 K 线呢，实体部分都不短，但是昨天的这根阴线呢，并没有超出前一根阳线的高低点范围，暂时呢不构成明确的出场理由或者是加仓理由。之前我们说过在205的位置是一个观察点，现在呢 K 线结构发生了变化，可以把位置调整一下，把运线的上下沿作为新的观察边界。如果突破上沿，说明方向选择向上；如果跌破下沿，
警惕短期走弱。上沿的位置呢大概是211左右，下沿208。如果继续在中间区域，不用管它，继续观察。另外呢，结合趋势图来看，已经出现了转灯的趋势，黄带呢正在向紫带切换，一旦转灯成功啊，上涨的概率就会高出很多。所以呢，在当前这个位置 ，Harry 的策略是暂时不动，把208和211这两个位置作为观察点，等到方向出来之后，我们再做决策。这个是比较容易判断的方式啊，一说就懂。当然啊，随着 K 线调整，我们也要及时反应。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顺势而为的趋势判断法，也欢迎来到我们的交流课程中，欢迎大家多发表自己的观点。好，这个是关于英伟达。美光的走势呢，比特斯拉要直接一些，3根 K 线往下砸，虽然后面的这2根是阳线啊，但是力度很弱，上下影线都很长，说明啊多空交手激烈，多方明显的底气不足。好在呢，已经到了这个阶段的前低的位置，也出现了前带子。这次呢是阳 K 加上前带子的组合啊，在我们的信号当中呢不多见，通常呢前带子更多出现在阴 K 或者蓝 K 组合。既然出现了，我们认为这里有轻微的筑底信号。这根盘前的 K 线呢，位置明显的高出了前一根啊，算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所以整体来看呢，美光的筑底比英伟达更加明确。但是上方的空间怎么看呢？现在已经转灯了，变成了黄色带。第一个观察位我们可以看到中轨附近1040左右，如果打到这个位置， K 线的形态走弱，就要警惕啊，这里压力过不去。同时呢，也要留意会不会出现一些逃顶信号，包括上吊线，包括这种看跌吞没或者黄昏之星、射击之星的这种倒锤子 K 线。如果在这个位置相反的非常强势冲上去，那就等一等，不用急着动手。最近呢，存储板块不太平，包括三星、海力士跌幅都不小，多少呢会波及到美光。但是呢，也回调这么久了，有没有可能超跌反弹？到了关键位置，能不能够继续看高呢？大家就要持续跟踪好 K 线，无论是自己每天看，还是看视频，或者可以关注 Harry 的盘前文字版，比这个视频呢更及时，再结合自己的判断来参考。好，这个是关于美光的建议。相比于英伟达和美光呢，特斯拉的震荡太久了，一直强调388有支撑，但是支撑是支撑住了，期待的强反弹也没来，整体偏弱。3个信号分别看：第一，昨天阴 K 组成了黄昏之星；第二个呢，量能偏低；第3个龙门线向下。这些信号呢指向都不太好，但是呢这个地方出现了变盘，由黄变紫。如果这个紫带啊不断的发散，就算 K 线下跌，也有可能上涨补回来。这个时候能不能入场呢？其实可以的，在388左右轻量的尝试。但这个属于左侧位置啊，什么时候能够拉起来呢？不好说，要耐心一点。也可以观察量能，阳 K 配合放量，我们再选择加仓，或者是等到这样的一些筑底信号，包括大于 3% 的中带阳线，蓝 K 转多，强势底分型，还有阳包阴、单针探底和跳空缺口啊，这样的一些常见的筑底形态，我们再来加仓。好，这个是关于特斯拉。再来看一下粉丝点票，首先是 ARM， 目前呢处在黄带发展的阶段啊，弱势比较明显。如果想要在这个位置加仓呢，难度不小。这些地方的 K 线上下影线很明显，很多的十字星或者是类十字星，代表了市场犹豫不决。我们要等到后续的 K 线确认，而且量能持续走低，一直缩量走平，股价在黄带的压制下反复的震荡啊，没有明显的企稳或者是转强的迹象，所以这个地方肯定要等一等，至少要等到量能回升再说。你看啊，最近的量能连正常的上涨阶段的最低量都比不上，市场热度明显不够，只能够继续观察。支撑位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前低的位置，前带子290左右，因为现在属于黄带，上方压力大概在中轨345左右，这两个地方呢作为短期观察位。如果下方继续跌破，说明还得往下走。如果反弹到上方中轨的位置，可以考虑做止盈或者是小波段的高抛低吸。好，这个是 ARM。再来看一下康宁，这也是很多人点名关注的股票啊。大家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个变盘信号，由紫变成黄的趋势很明显。这么多的蓝 K 在紫带区域筑底了很久，始终没有出现阳 K 的起爆信号。说实话呢，白白浪费了这个紫带的支撑。但是这一波下跌呢，不是基本面崩了，而是这只股票呢，大家对它的预期太高，筹码太拥挤。今天的盘前呢，出现了一根难得的强势信号，也就说明在这个地方有筑底的可能。我们要做的重点观察今天的量能和最终 K 线确认的形态，两者结合，如果出现了常见的筑底形态，蓝 K 之后转多，就确认了这个位置是一个上场位。蓝 K 的最高点是189的位置，如果收盘价格能打到前一根蓝 K 的高点192以上，入场呢上涨概率就会更高。好，这个是关于康宁。
接下来看 mRNA， 一只生物科技股，之前没讲过，这种票走的逻辑和芯片不同，主要看疫苗、肿瘤、传染病这些研发管线，消息驱动为主。股价呢近期回调明显，好消息是第3根 K 线走出了筑底结构，出现了蓝 K， 而且精准的回踩到了子带的中轨，这个位置有支撑啊，但是不是底还需要一根确认的 K 线，后面继续震荡还是直接起跳，现在不好说，但筑底的苗头已经出来了。如果继续蓝 K， 继续等待。如果这根蓝 K 的高点70被突破，就是比较理想的进场位。在今天所有聊到的股票当中 ，mRNA 算是信号比较积极的，上方压力位系统自动给到77，打到这个位置，根据 K 线形态做判断。好，这个是 mRNA。再次提醒大家，有关注的股票记得点赞订阅，没点到的评论区留言。下一期再见，拜拜。